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经过了4天的讨论，终于讨论出结果了。到底1365要跟谁合作，1254又要跟谁合作呢？首先，今天下午开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：254、1525、1945合作，365、302、1846合作。会这样子选择也算是正常啊。如果你选择其中一个是在中间的话，就很难去救了。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知道，如果这样子分配的话是不平均的。明显看到254那边特别弱，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都比365还要更少。过了不久之后又发布了一个新的贴文，他们向945、525、302重新讨论过了，才会得出刚刚那个结果。可是他们最后还是决定254、525、302打365、846、1945。我们来看一下302那边的说法，整个 KVK 外交里面所有254的提议365都反对。之前有看过960 KVK 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之前就是960跟他们打的时候提出一些意见，365都是反对。365就是要做大哥，要做自己的选择，只是提出了2个方案交给他们，就是945、302、254对上365、846、525。可是这样分配的话，945、302都会被关，然后254就需要1个人打3个人，完全没有希望为打而打。先看一下地图分布，虽然这样子分配确实是比较好哦，隔壁就是敌人，不会有盟友来帮你。但你们可以看到945是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，他们的数据是整个地图里面最差的。我认为就算365不出手，525都可以直接把他们封着。至于302旁边就是365跟846，这2个王国都是人口大国。302属于人少精英多，整个地图的战力排行第4而已，是肯定被这2个王国包围的。这个分配方式也是我一开始预料的，毕竟韩国王国他们都是要抱团一起合作嘛。以302的角度去想，他们当然不接受这样子的分配，根本没有希望，所以他们是选择拒绝了第一个方案。第二个方案呢，365、302、846对上945、254、525，就是一开始发布出来的贴文。但是这样的数据也是不公平的，因为我们觉得846跟945必须要在同一边才合理。鉴于以上选择，我只能选择2，但由于各国公布结果方案是2后，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并且反对，所以经过254、525、302、945的讨论，我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365，给出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还给他。现在525、254、302会同盟，并且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甲气、买礼包的钱、资源，因为365、846会把我们往死里打，请大家要有亲临自己的觉悟。另外请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就算我们被锁，我们还是有希望254、525来救我们，而且打得好，奖励肯定不会亏待，这个才是我想要看到的东西。302加油！现在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365跟960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了，他一定要做到大大方方，什么鬼都让给你。但是你们看到刚刚给的2个选择，明显都是对365有利的，就是要让自己肯定可以赢这场 KVK 才做出的决定。不管是第一个方案945跟302都会被锁厕所，或是第二个方案365的击杀跟战力都是比254那边还要来得更高。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谈这个外交谈了4天，不管怎样分配，终究这个 KVK 就是不平衡的。与其是这样，为什么只是让你365得到好处？每一次都是你优势外交，你做老大，要强硬起来，不可以给他们再这样子下去了。现在已经决定好盟友了嘛，算出来的数据明显254那边会比较高，尽管如此，击杀还是比较低了。我们看这里的地图，302是明显没有希望了。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应该会走846的路线，虽然846的数据比365低一点点，但是他们也是不好对付的。但由于这个地图的设计，他们是没有办法从旁边跑出去，也就是说254没有办法来救他们。假设254要救他们，也要等到关5开放才可以绕过来。相反的，关5开放的时候，365可以通过302的位置走出去，阻止254下来帮忙。就是说一开始302的情况就是2打1，出了关5之后就是2打2了。这时候就要看254能不能打得过846还有365了。假设打不过的话，302就永远只能锁厕所，甚至没有办法进入皇庭。但是302一开始就选择不要打官司的话，他们是永远没有办法出道去了。就是说不管怎样都好，302一定要打其中一边的官司，并且是胜利的拿下才有机会走出去。不过看365的情况，他的上面就是盟友，所以他们不可能会走上面，他们肯定会走右手边去挡着302，那302就没有的选择，一定要走846。他们真的有办法打掉846的话，这样子就轻松了。但是打不过的话，他们只能在官司里面，然后254下来打掉846还有365，才可以救到302。当然302他都讲了，他们不会放弃，会往死里打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就算在官司里面也是一样会想办法突围。因为我之前看过太多次302被封着了，不过都是有办法突围出去。这一次我也相信302他们可以做到，就要看他们怎样跟254配合了。
假设254是真的没有办法拿下右手边的区域，302也是被封了，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525的关卡出去。这里看到班尼那个位置呢，刚好这里出去是可以出到关5，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525跟254他们要共用2个门口，对方就有4个门口，945那边的门口出去会比较快，很容易就把整个地图包围了，所以我认为525一定要出去打945。那你们这边也看到了525的数据呢，其实是比945还来的更高的，所以我觉得525要打败945不是什么问题，并且再加上听说945现在很多农夫大部分都已经移民过去365了，525打得过945就变成他们拥有4个门口，间接性左边的区域就是254的，但是945还是有出去的机会，就是通过365的门口出去，只不过这样子会变得比较麻烦一点。就是说如果他们这一场 KVK 真的打到很厉害的话，有很大可能在关5就已经分出胜负了，因为两边的巨头254跟365不管怎样都会在关5遇到，只能说254跟365他们卡的位置刚好就是可以走到两边，扮演了2个队伍中的重要角色，变成这2个王国2个路线都必须要走，所以估计这一场 KVK 应该是从关4开始就不断打到黄庭为止。那254的话他们打是肯定打的，但是365呢，万一他们这一场 KVK 再输的话，有很大可能会崩掉。一般来说仙佛王国不能连续输那么多次，那上一次365是已经输给960了，这一场再输的话有很大可能打击他们的信心，之后王国就会崩掉，大家各奔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365要搞优势外交，确保自己的王国不会输。我相信846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啊，因为他们的王国呢就是之前招募了大量的玩家，输了好几次，也在崩的边缘之间，不过后来有移民玩家进入他们的王国，就变成起死回生了。那你们觉得这个地图分配下来到底哪一方会胜利呢？254还是365？最后我们又来看一下他们嘴炮的东西了，这位就是254的官员，之前有讲过的，就连他自己也受不了了，就是讲他们很固执还有自私。然后这个人我不确定是谁啊，他放了一个表情包给他最后他就说他正在跟525还有302谈着结盟，加上945也是不同意他们这样子的分法，很不平衡，就连玩家社区都觉得这样子的分配很不公平，所以最后他们擅自决定254、302还有525合作。最后这个官员还有跟他们讲哦，感谢你们的耐心等待虽然是料很化了，可是讲话还是很有礼貌的。可是现在的社区呢就变成一窝蜂，就觉得哎呀254怕死啊，他们要选择很多战力高的王国一起合作，不敢选择365的方案去打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完全是254那边优势吧，像我刚刚有分析过了，如果302是真的没有办法出去的话，也变成3打2的情况，那945他们都讲已经是废了，也相当于是2个王国打2个王国而已，也不会到不公平的地步。365给出那2个方案才是真的不公平啊。那么剩下的就是韩国讨论区那边呢，也是一直在讲这254很多不好的话啦，但是太多了，我不想要去讲。看到这些韩文这么多，我已经要晕了。所以这场 KVK 接下来应该也是会蛮精彩的，不会输给960他们5月1号报名的那一场。那么各位有什么想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